中国西部一场1.2万亿级别的超级水利工程正在悄悄启动，这就是雅鲁藏布江下游的雅江水电枢纽项目。有评论说，这是继三峡之后最具战略意义的能源工程。但我更关注的是，它将撬动哪些行业，是否会带来一轮基建股、能源股甚至材料股的集体行情。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雅江水电工程到底是什么，背后有哪些政策意图，普通投资者怎么从中找机会。首先，什么是雅江水电工程？它的正式名称呢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枢纽工程，位置在西藏的林芝附近，临近印度边境，是中国水能资源最富集但开发最难的地区之一。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预计超过1.2万亿人民币，规划装机容量高达6000万千瓦，接近三峡电站的3倍。这不仅是水电更是一次政治、地缘、能源安全多重意义的工程。一方面，它承担了中国西电东输的新任务；另外一方面，它也强化了中国在南亚水源议题上的主导权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可能成为一个信号，中国将重新启动战略级基建周期。新能源转型不止风光电，还包括高水能效水电回归，资源型区域，比如说西藏、四川、云南将再次成为政策的焦点。比如雅江水电项目每年能带来120亿元的财政收入，大概就是西藏本级财政的1/3，是西藏为数不多的可持续性的非转移性支付的财政来源。那这1.2万亿的工程会带来哪些行业机会呢？第一类就是水电设备制造，比如说水轮机发电机组核心供应商，比如说某某电器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是高技术加重资产的领域，门槛很高，项目一旦启动就会开始招标。第二类呢，就是输变电方向了，高压输电和变电设备发的电要送出去，那靠的就是超高压输电、特高压变电设备。第三类呢，就是基建施工类的，比如说坝体引水渠输电线路建设等等，那就会带动某某基建等央企系的公司。第四类呢，就是前期的勘察环评和设计类的。因为雅江位于地震带，生态脆弱，工程必须做大量的地质勘察和环境评估，所以就利好相关的测评机构。当然了，这些呢也都是国企事业单位，但是间接会推动环保检测、遥感测绘等技术服务发展。第五类就是原材料类了，比如说铜，那用于电缆；铝和不锈钢用于机组壳体；那高强度的混凝土、水泥等等，也是基建板块的原料主力。所以这就是5大产业环环相扣，形成一次结构性的机会。回到投资者的视角，最近呢，你可能已经看到部分相关概念已经开始异动了。那我想提醒大家一句不要只看热点题材，更要看订单兑现和利润兑现的节奏。这类工程的周期非常长，甚至可以长达20年。那受益呢也分为3波，第一波就是预期炒作，政策刚落地的时候；第二波呢是设备和材料订单真正发布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滞后半年到1年；第三波呢就是运营和电力的收益释放，那么这个可能就要更晚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，就要防范冲高回落；如果你是中线配置者，那么应该多看 ETF 或者是行业指数，而非进行个股的博弈。雅江水电年发电量预计会超过3000亿度，部分规划呢将专门支持西南区域的 AI 算力中心，也就是未来的数据中心、CPU 集群等等，必须依托低成本清洁电力。你可能会问了，我不炒股，也不懂基建，这类大工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想说2点。第一呢，这标志着一个长期被压制的方向，重资产、基础设施、国有产业链正在复苏。当市场都在炒新质生产力、新能源汽车 AI 的时候，雅江提醒我们，老基建加国家项目依然是护城河最深的价值洼地。第二点，它关系到你的资产配置要不要调整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现在有长期的资金，那是否应该考虑配置央企红利 ETF 或者中证基础设施 ETF 呢？如果你关注通胀压力下的避险资产，那么这类工程后面带来的原材料的涨价，也可能影响你对黄金、铜、铝的判断。这是一个从国家政策端传递出的信号，资产配置周期重构的机会。
1.2万亿的水电工程不只是雅鲁藏布江的水流改造，它更是一次中国资源、产业和政策力量的大转向。从沿海到西部，从消费到能源，从轻资产到重装备，新的时代节奏已经悄然开始。如果你想收藏本期的黑板图解高清版，获取受益行业板块评估表，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苏涵思想会。在那里呢，我会为大家解读更多的宏观加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，让你在复杂的行情当中走得更稳、更明白。我是苏涵，下期见。